我们在这儿把前2组选出来，每人都说说自己的想法吧。我真的好难选，我真的觉得太难了。啊，他们也觉得好难选。跟咱们刚才是一模一样。赭蓝女那组还是比较好的。而且的确，可能采访对象也比较好，能够讲出很多故事，给到我们很多不知道的东西。然后林蔚整场她表达非常好，虽然话有点长，但没有纯情绪表达，她是有她的逻辑在的。但是呢，她没有能够打破莫雨桐那个壳。但是就是端上去没下来。这是有一个缺陷在的。孟雨桐那组呢，我能看到他们每个人的巨大进步。我现在回想，杨利伟第一轮采访易老师的时候那个状态，和今天采访雨桐的这个状态，那绝对进步太明显。我觉得这个是不是跟您之前做了非常久的一个记者还有主笔有关？就是这些大量的练习对您后面做主持人有一些积累和积炼。累吗？你觉得在格力上班的时候，你觉得你的前老板他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人？松弛多了。对他第一次太紧张了。太紧张。然后 Fly 这个呢 ，Fly 它对我是有难度的。我把我放在韵玲那个位置，我觉得我事先我得准备很多，因为我完全不了解这个领域，很多在我看来很复杂的问题，他没有一次看他那个稿子，非常充分的准备，姿态功不可没。我同意。庞征他有相当长一段时间已经把自己和张春的关系变成一个我在倾吐我的问题，然后获得了某种心理治愈。如果你按好看的话，赭蓝女跟张春一定最好看的2期。对，但如果你要按考核的标准的话，庞征他有真诚换来真诚，但很多时候其实并不是他问出来的。哎呀，跟易老师一模一样啊！英雄所见，果然略同啊。所以我们现在有一些纠结，我可能更倾向于 Fly 这一组。你们先讨论一下，也许我还会变的。Fly， yeah。庞征的确是真诚，面对真诚，而且他抛弃了他整个的采访提纲，就是为了能够让自己的采访嘉宾更投入的来跟他进行这次访谈，这也相当不容易。可他确实，尤其到后半段，他忘了他自己的身份了。庞征那个不会。这叫偶然，但是这个偶然怎么评价呢？他的经历真的就碰巧很极致，尤其是张春说，我之前来的时候还是带着一点情绪，但最后我完全放下了。所以我觉得在这点上，其实是庞征挺真诚、挺勇敢的，而且他也没有完全忘了自己要问什么，他还是问了几个还蛮好的问题的。姐，你有遗憾吗？就那几个追问让我觉得很舒服。但是我就在考虑一个问题，某种程度上2个人经历如此相同，有极大的偶然性。那如果把韵玲放到这里来，肯定不会是这个效果，因为韵玲没有这样的故事。那如果把庞征放到韵玲那里呢，会是什么样子？我也很难想象。但是话又说回来哦，像张春这样的嘉宾，是一个你很难去主导他的嘉宾。你怎么去问他你从小到大的故事呢？我不是说让庞征去主导他，我就觉得整体表现的这个状态是就是我也在想这个事情哦，偶然性的这种碰撞在一起的感觉，所以我相对来讲对韵玲那组稍微往上看一点。雨佳呢？他们也要举手了，我感觉。他们指定也争到不行。所以你心目中的前2是？你的选择是什么？我倾向于给到哇呀！不会吧 ？No way！ 他们的那个讨论和我们的讨论其实很像，高度同构了。所以说明我们是专业的。专业。是最专业的2位老师，最顶级的。小小的年纪还不懂什么是爱，却被你甜甜的笑给打败。你长着大大的眼睛，哦那么可爱，说话的手往哪儿摆？都完成功课了。好疲惫，真的这种等待时间其实真的很痛苦，还不如给个痛快的。给个痛快。求也给我们一痛快。等待。悠久的等待，我是煎熬的等待。啊，我要去拿外卖了，拿一下，拿一下。这游戏好吓人。
快下去拿了，上来吧。还可以吗？可以吧。您的那个老师拿上来了。爬出来4个代教老师。没事，我快去拿，应该来得及。他在报复。嘘，乐宇老师在外头。也就是刚到吧，别早都到了。好家伙！你看我说，一开门就4个老师。老师们回来了。老师好。是要马上厕所吗？我们拿外卖。去拿。好，拿了，马上回来。哎，我们还以为你在电梯口等我们呢。迎接。嗨，老师们好。老师们好。Hello。你们都吃过饭了吗？哎，吃也没吃。如释重负吗？又结束一个。算是。如临大敌呀，这是。对，是如释重负。突然看到老师们回来，觉得你怎么这样？来，各位同学回到工位。对，待会儿也要发邮件了。Oh my god！ 粤语邮件。啊，可怕的熟悉的声音又回来了。求给你痛快的。发吧。但我感觉我大概率知道结果。无论怎么样，都很棒。你看嘛，我不看，我看你的表情，就是平淡就是平淡，然后开心就是开心，好不好？你不要演。好。好难呐。我先把我的邮件打开。雨佳还是有信心，自己都会有感觉的。是，但是他们对其他3组是完全茫然的。这干嘛？这2个助教师姐。他手都在抖。肯定都紧的。心跳有点快，现在。诗文太淡定了，就是知道自己有。不要再等了灯了，不要再等了灯了。没有邮件收到是没有这个声音的。你那个电脑怎么老响了？对吧？因为有人给发消息。大家这谁都忍受不了任何一点声音了。给个痛快，给个痛快。给我们看看结果好吗？哇，你别折磨我们呀！来了。来。OK， 大家收邮件吧。感觉像我们猜测成功一样。我看着都我手都出汗了。哇！哎，完了，可以呼吸。雨佳，马斯特！我们加一下微信吧，然后把你们俩拉黑。加一下微信，然后拉黑。居然是我们。就是李雨佳和张诗雯没得说，我觉得是非常成熟的一个采访，就是成熟到我觉得这不像是第一次采访。什么在羊圈里唱歌这事儿，我还一直真挺感兴趣的。大家的反应和反馈，你是有预料到的吗？就是那一刻您在想什么呢？改名字的这个过程和您的脱胎换骨是有连接的吗？对您来说是一种压力吗？在参加歌手，很多的人可能对咱感觉有一点，哎呀，听不懂你的呼声。你有没有就是被打击到过？被打击的不要太多。走起山西，寒窗，我觉得很亲切。最可贵的是，我觉得李雨佳和张诗雯他们2个感觉像是2个人一起在唱。诗雯坐在旁边，那个倾听的状态也很到位。
然后每次举板子，我觉得都举在了点子上。我觉得整体非常流畅，包括他也完全克服了过去在各类考核当中比较急，对，所有问题都愿意反过来想，我们去提醒他的东西，他都注意到了。所以我觉得雨佳和诗文在我心目中肯定是第一。你要按考核的标准的话，那我们同样认为芷兰你这采访最好的啊。我同意。哇，太好了！早这么双剑合璧，早这么珠联璧合，啊这熟悉不？低调，微熟，没熟透，没熟透，小熟。哎呀，句句都在理呀，咱们哇，哎呀，成功的感觉这么好啊！说实话，这可以吹一辈子了。不是我们成功的感觉好，而是我们击败的对手太强了，这种感觉太好了。哎呦，太开心了，开心了，不容易。哇哦，30分喽！感谢信任，感谢信任。这个真的要感激韵林，两个人搭档很默契。耶，可以，我很满足了，我非常满足。旁征有它特别可贵的地方，但我们今天比的是采访的能力。Fly 这一组是他需要调动所有的采访的基本的技巧跟能力，是在里面是展现了的。那你是什么时候正式的跟你父母说我已经走上职业这条路了？哪个转折点你会觉得自己有点扛不住了？那他走完你有没有偷偷的哭？但事实证明，在19年的那个冬季赛，你也确实把它切了，就是那场比赛你们队里闹了一些矛盾。那然后是怎么解决的？一人给自己的一把呢？谁先打的？我先打的。其实通过刚刚跟你的交流，我也感受到，就是一个冠军选手，不单单是你的故事有一飞冲天，还有更多的是卷土重来。确实技巧上，王韵林更像主持人，更成熟一点，更老练一些。对，我也比较倾向于第2名给到韵林，就是 Fly 这组。哎呀，真好。没事儿，我们赢得了心理的秩序，对不对？我们忠于内心的感受。可我还想要有成功的表象。我们猜的2组是对的，人顺序猜反了。但有人连顺序也猜对了呀。是的 ，Master。还在学校呢。这个。牛。我们这样东西。走吧，没事的。等一下，等一下，大家等一下。先祝贺我们4位获胜的实习生啊！但是我觉得你们今天做的整个都非常的棒，就是每一个访谈都很有质量，和第一次你们在东视大楼做的访谈相比，天差地别。所以要恭喜你们每一个人，也要感谢你们每个人努力付出。然后呢，还有一个额外的惊喜要给大家。今天的奖励除了积分之外呢，获胜的4位实习生还将获得由天猫官方直播间发放的心动通告。作为特邀主持人，参与到天猫双11的特别盛典。哇！在天猫1年1度最盛大的购物狂欢当中呢，带薪探宝带领亿万网友解锁双11的精彩。让我们恭喜雨佳、诗文、子泰、韵林解锁天猫官方直播间的心动通告，期待双11看到你们大显身手。不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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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好，那张旭老师，我们接下来是要，我们简单的做一个复盘，然后该吃饭吃饭，该回家回家。好，我是获得一次带货的机会吗？还是什么？应该是，但听起来很好，挺不错的。咋了？描述一下你们的心情。非常满足，非常开心，非常兴奋。
妈，这 AK47都压不住了是吧？如果节目播出效果，今天4组里面肯定2个好看的，张春和者来女。但是呢，我们就又是个考核，所以考核会有一些硬性的指标。张春说，因为你很真诚，但是很多他其实是有些在拖着你走。我们认为有一段时间你采用一个方法，就是你给我进行心灵的疗愈和心理的分析。我可以说它也有用，因为我反正后期能够编一个挺好看的节目，但我们现在考的就是这是得问出来的。确实，因为我在做这个的时候，我已经屏蔽掉了外界所有的声音，完全忘记了考核这件事情，我就是完全沉浸进去在听，就是一个真的一个采访，对不对？对。但是我在听的时候，我又在想，确实我的话语占有量是很少的。因为他在讲那一大段话里面，我其实可以摘出好几个不同的主题，然后我一下就不知道我这个脚该往哪儿踩，我就是听他说完了，然后我可能脑子里10个小人在打架，这个说那个，这个说那个，但最后我出了一个所以还是有一定的问题的。但是你这个临场能力挺强的，因为你讲了一个冰淇淋店，要是我的话，我就会事后再给你纠正，就是那个信息有误。他的习惯就是直接现场就告诉你，那瞬间你没慌，或者你慌了，你的专业知识让一般的人看不出来你慌了，非常非常好的。王宇，你今天真的给的这个情绪价值太好了，给足了。王宇已经开始艺术创作，太可爱了。我以后说我得要求回去我采访我团队，每隔半小时给我举一个，太好了，太好了，真的。希望你今天没有挫败感，你会有一些遗憾，可以沮丧，学习姿态，沮丧一晚，然后第2天又是一条好汉。现在就过了，就放下了，也不要再因为这个事情 emo 了。对，因为一路走来，我觉得你们总体也是有输有赢，这也非常非常正常。其实可以学到蛮多东西的。通过你们2个合作完成的这个访谈，让我对者来女有了一个更全面的、深刻的认识。而且这个第一是我们4位老师没有任何疑义的公认的结果，所以我觉得这是你们2个人一起团结协作能够达成的一个最好的结果啊！班长和学习委员一起给你们班争了一个第1，非常好。谢谢老师。行了，今天可以开开心心睡一觉。得点不了灯了。不是有点挫败的问题，是我们现在容错率已经很低了，朋友们。因为今天是我们的第7期录制，而我们现在在第7期结束之后只有5盏灯，那就是说接下来所有期里面我们最多还能错1次，对吧？不要给自己压力。虽然这盏灯没有亮，但这说明所有孩子们有多么接近。是。这8位当中的水准是不是毫厘之间？不是，而且真的就是你这一路看他们到现在，你有点不敢相信。你感觉第1期是不是演的呀？第1期是不是故意就不喜欢叶丽静老师？下一期那合同，我经纪人呢可以。否则我很难理解，就是他们在这个过程中成长的如此之快。我也不理解呀，对吧？我能理解吗？对呀，就我人缘这么不好。没有，这是 offer 的魅力。我们这 offer 虽然到第7季了，但是每一季给所有人的感觉就是它是最好的一所学校，就是它真的大师课。你想想这种级别的大师，2位这样级别的大师，其实到达一定水准的时候，其实观点是选择是没有对错之分的。我俩一选对了，你没有对错之分了。但是你俩，人陈明老师说的是个终极真理，就是没有对错之分。是风格不同，但你俩咱就是说优秀。master。刚才虽然欢乐归欢乐，但是我收获非常非常大。我感觉到过去有很长一段时间那种破碎的时代带来了很多形象的破碎，那种破碎是有代价的，而且是很荒谬的，是抽象而荒谬的。
但是其实我们刚才的节目里的呈现，比如说葛莱女老师，我之前对葛莱女老师就是破碎的拼接，非常不完整。但今天是我完整的看她这么长时间的说话，我完全刷新了我对她的理解。我其实很好奇一点，就是你们在都经历过这个破碎的时代过程中，有没有一些特别离谱的传闻？就像刚才葛老师的名字啊等等，有一些非常离谱的江湖上盛传的传闻，你们有没有经历过一些离谱传闻？我那个离谱传闻太好笑了，多离谱了！不光离谱，还很丢人。有一回营销号说徐志胜最近想买劳力士，但不知道如何购买，深夜向黄子韬请教经验。他咋来的呢？不是真的吗？这个凭空来的。我那到底你深夜向谁请教的经验呢？能这么问吗？全林老师，全林老师，我就从来没想过买过劳力士。你买的是百达翡翠是吧？百达翡丽啊！我以为我记错名字了。伊丽静老师特别想买百达翡丽，深夜找徐胜确认名字。还有那种就经常会刷那种大家的座驾，我不知道你看没看过？就好比他会发一个说 offer 观察室所有嘉宾座驾，然后你的照片后面配一台车。哦，对，但那个很奇怪，我跟很多人就是出现过这种截图里，比如说 offer 观察室呀、650啊，或者很多节目都会有我的那个车。别人的车换来换去的，就我是一辆8到10万的车，从来没见过。我不是说嫌那个车便宜，8到10万的车，关键是我红绿色盲，我根本就不会买车的。对。我一直以为你买了那个车之后雇了司机，没有，我买车就已经很心疼了，还要雇司机，我还买不买劳力士了？全都买劳力士和百达翡翠了。对啊，不买车所以买表嘛。俊林呢？有没有？有过一个。当时说我什么生气，从楼上往楼下泼热水的。寝室吗？还是哪儿啊？在家里面，在成都，说我往上面泼热水。我说我怎么可能做这么缺德的事儿？对，当时是泼的凉水吗？没有，解释一下，就完全没有泼水，无稽之谈，就没有水这事儿，你那会儿都没在家是吧？家里已经断水断5天了，在家有可能是楼上泼的什么的都可能。但你不可能是我泼的，这个确实，这太离谱了，我觉得。这离大谱了。哎，这就是碎片时代嘛，这为什么需要深度访谈的原因。就我们永远需要对一个生命真实的那种好奇和完整经历过往的了解，所以很感谢这个节目给了我们这样的渠道。无论是屏幕里还是我们现场，我觉得虽然很欢乐，但是塑造的是一个真实而全面的人物形象。最难的这个深度访谈或者说人物访谈已经告一段落，那接下来他们又要奔赴新的战场，在新的战线和新的赛道上迎来新的挑战。我知道一点儿，就是下一场可能会是他们来到这个节目当中，整个场上的感觉最放松、最好玩、最自我的一次考核。哇，那太好了！是什么场子呢？下期不就知道了吗？渴望就可能，心动就发生。本节目由酷爽带感点燃无限渴望的百事可乐冠名播出。购物、外卖、旅行上淘宝，万能的淘宝天天有优惠，纵享衣食住行、吃喝玩乐。各位，我们下周见，拜拜，拜拜。接下来我们迎接我们的第7个课题，就是综艺节目。哇哦！那我们这次的考核内容呢，就是以腾讯视频一见你就笑为蓝本，进行60分钟的棚内综艺节目的内容策划和录制。那么本次录制的这个惊喜嘉宾呢，应该有大家非常熟悉的李维嘉、朱旭丹和杜海涛。一共8位实习生，分成2组，每4个人组成一个主持团。你们要坐飞机前往长沙。接下来呢，我们就进行一见你就笑最后一期的杀青连排。他们是带他们彩排一下，他们要另外策划一期。来，现场准备，3、2、1，走。可以。凤姐，哎呀，多嘛，帅的老子。我可以啊，王玉。他在这个节目里彻底打开了自己。我们是迪丽迪哥，你看王玉不一样吧？王玉放开了。好，3、2、1，来了，来上班啦！真正欢
火，办公室会着火。哇，西哥拼了！哎呦喂！哇哦！哇哦！怎么办？我救命！制服了吧？高老师，你最喜欢的实习生是谁？西哥，不行，豁出去了。这娱乐节目好不好看特别简单，一定要拼命。陈经理接到了一通电话，等一下还没完呢。为什么这么多戏份我们彩排都不彩的呢？再给你2句话的时间。因为主持人他不是助兴的，他是泼冷水的。上一轮比分我们是赢了，这轮比分他们追平了，他们队就获胜。不是你们这规则有问题啊！